推倒沈叔后，我才发现他不是我的已有老公，而是孔尤大 boss。我顿时瑟瑟发抖。他睡眼惺忪，蹭蹭我的颈窝，冷。我害怕地应了声，娇气。沈叔轻嗤一声，收紧怀抱，让我紧贴他温暖的胸膛。刚穿进乙游游戏，系统便告诉我面前暴力嗜血，拿着长刀的漂亮男人就是我攻略对象。攻略下他，我就能回家。正巧原身是男主的未婚妻，于是我为了任务迎上去喊了声老公。于是这声老公一喊就喊了3年，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。说实在的，初见沈叔时，我超级怕他。他面容屹立，宽肩窄腰，瞧着是赏心悦目。只是左眼一记短而利落的刀痕，给这人平添了几分煞气。更别提他手里还提着把滴着黑血的长刀，活像地狱来的恶鬼。但为了回家，我硬着头皮跟他撒娇。系统其实老早已提示我攻略值已满，婚礼过后我就能回家。怎知今早系统突然通知我他中了病毒，告诉我这根本不是乙游世界，而是恐怖游戏古堡惊魂的现场。不仅如此，沈叔的介绍也从乙游里事业有成的霸总，变成了恐怖游戏里古堡中杀伐果断，至今无人通关的终极 BOSS。卡机前，系统往我账户里打了5个亿，就此失联。我思绪混乱，这才想起往日里沈叔的种种异常行为。比如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我时，他的回答是我身上有种不要命的美感。又比如刚认识那回，他总喜欢阴恻恻地盯着我脖子瞧。我不明所以，但还是把头发撩开，露出脆弱的脖颈让他看，他又会兴致缺缺地移开目光。我一直以为这是他奇怪的癖好，现在想来，他不会是想趁我不备拧断我的脖子吧？救命救命！错把恐怖游戏大 boss 当成了乙游老公，怎么破？在线等，挺急的。我红了眼眶，奈何被他圈在怀里，只能一声不吭。今天不是要跟陈安然见面，再不起要迟了。沈叔瞧了眼闹钟，让我缠着他的腰，抱着我起床。到了浴室，因为我是光脚的缘故，他便让我踩在他的鞋面上，从背后揽着我的腰，让我挂他身上。随后沈叔给我挤好牙膏，两人一起洗漱，这就是我们的日常。此刻我却有些迟疑，而沈叔也从镜子里看到了我哭红的眼睛，动作一顿。他状似无意地抚过我的脸颊，拇指轻按我的泪痣，眸光微沉，哭过。确实哭了，吓哭的。系统联系不上，本以为枕边人是玛丽苏霸总，结果是持刀的孔尤 boss， 搁谁不哭？可沈叔是个极其容易起疑心的人，想出对策之前，我得先稳住他。见他脸上柔情稍淡，我揉揉眼睛，就是疼。我寻思着结了婚攻略任务就结束了，好歹给他吃点荤的。昨夜是我和他的第一次，慌乱又甜蜜的结束了。沈叔做什么都游刃有余，昨晚动作却是生疏，导致现在我除了心灵被疮，身子也软。沈叔秒懂，怜爱的亲亲我的脸颊，晚上带要回来。我应了声，沈叔把我抱回床上，圈着我套好袜子，随后蹲下身，熟忍地给我穿鞋。这个动作重复过很多次，我拒绝过，但沈叔的掌控欲很强，我拗不过他，也就随他去了。沈叔是总裁，待会坐直升机去公司。他是天生的衣服架子，笔挺的西装穿出模特的苏感，只是自带的那股漫不经心劲儿，加上脸上略显凶狠的刀疤，正经的西装穿在他身上，却透着斯文败类的雅痞质感。沈叔每天准时8点出门，我看他对着镜子整理领带，才想起沈叔明明不是我的攻略对象，我却从未生疑。一是乙游男主可能跟他同名，二是沈叔承认我是他的未婚妻，并且沈叔确实是个霸总，身边也按照剧情有个叫池安然的白月光。可面前的沈叔从一开始就不是我要找的老公，他作为当事人最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未婚妻。沈叔不仅应下了老公这个身份，还完美符合我原本攻略对象的人设。细思恐极，善善，我要出门了。沈叔散漫提醒。我回神点头，他没动，只是停下来直勾勾地盯着我。他沉下脸面无表情时，莫名的不好接近，我早已习惯，然而意识到不对劲之后，又开始心里打鼓。想起沈叔放在书房的长刀，我磕巴，怎么了？沈叔盯了我一会，捏捏我的脸，语调轻松，吓到了？你今天没说爱我。我这才想起，每回他出门我都会说爱他。起初这只是我攻略沈叔的一种方式，他从开始的抵触到现在已经愈发习惯。我佯作无事发生，笑着说，被你帅到有点恍神了。我爱你，老公。沈叔笑弯眉眼，亲亲我的唇角，我也爱你。沈叔离开后，我在沙发上呆坐，无数次呼唤系统，都无人回应。得知真相之初，我还没什么实感，但慢慢回过神来，只觉得头痛欲裂。系统不回应，我就回不去了。沈叔若要真是恐怖游戏的 BOSS， 我这不仅回不去，还有随时嘎的危险。原本能回家见到亲朋好友的美好愿望，忽然变得岌岌可危起来。无论是系统还是沈叔，仿佛都是一场骗局。愣神间手机响了，我抓了好几次才拿稳。是池安然，我们约好了逛街。正好我也有事问他。在我拿到的系统提示里，池安然是沈叔的青梅竹马，两人高中时约定高考完便在一起。
怎知池安然却擅自失联，成了沈叔的心尖刺，又痛又爱的白月光。按剧本走，我攻略沈叔的过程中，池安然会来求复合，甚至为了沈叔辞境陷害我，由此引发一系列狗血的爱恨情仇。剧本是这么写的，不过现实中池安然虽然按剧情给我使了几次绊子，但事后立马滑跪道歉，被沈叔拒绝之后也没再纠缠，反而粘上了我，现在是我为数不多的好友。如果沈叔不是乙游男主，那池安然也是假的，假扮的。没想到后天就是婚礼了，好舍不得呀。池安然挽着我的手，我脸色苍白，结个婚而已，又不是断交了。池安然不满沈叔那个性子，要不是有事做巴不得成天把你挂身上，结了婚肯定变本加厉，哪还能像以前那样让我带你到处玩哦。我笑笑，状似不经意的提起，别说我了，安然，你高考之后就出国了，期间应该有人追你吧，就没有合眼缘的。池安然一怔，啊，有吗？我没有吗？那个叫安德烈的。如果我真的待在孔游世界，那么系统给我的乙游剧情里的人和事肯定是不存在的。可无论是剧情里沈叔的白月光，还是沈叔的公司，都在我面前自洽的天衣无缝，要么就是两个世界串了，要么就是演的，观众只有我。于是我问了个剧情里很小的细节，按剧本设定，池安然2年前回国，出国的日子本就是很久远的事。我突击提问，池安然显然没有准备，只是隐晦地打量着我，毕竟我是手拿剧本的人，他说错一个字都会让我起疑。我去趟洗手间。池安然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借口离开。我跟在他身后，却见他神神秘秘地到了个没人的地方，打起电话。池安然出国留学那段剧情是什么呀？讪讪问我对安德烈感觉怎么样，什么安什么烈呀，不认识。我听完，默默回到原地。随后池安然回来，胸有成竹道：“你说安德烈呀？”我记得他。池安然侃侃而谈，我却是手脚冰凉，好想逃，我必须逃。他们不仅知道剧本，甚至还知道我有乙游剧本这件事。沈叔会不会也知道系统？一时间我脑子一团乱。跟池安然分别后，我没叫家里的司机，转而打车去机场买最近的航班走。证件都带了，生活用品到目的地再买。现在我只想离开这里。怎知刚下出租车，还没进航站楼就被人拦了，是沈叔的保镖，他一直派人暗中监视我。我拔腿就跑，结果还是被逮住。这一天的心绪起伏本来就大，我气急攻心，直接晕了过去。再醒来时是在沈叔的古堡，房间里除了我并没有人。按系统今早给的提示，这古堡就是这部恐怖游戏的主要场所。玩家入门便是游戏开始，第一层是低级植物怪，难度简单；第二层死亡追逐，躲过电锯 NPC 的追杀；第三层开始，玩家要按照 NPC 的指示收集物品，收集的物品可以合成对付终极 BOSS 的武器，但配方需要玩家自行摸索，并且不能触犯规则，否则会立刻被 NPC 杀死。第四层就是沈叔，孔游最终 BOSS， 血条极厚，至多近妖，至今未找到弱点，玩家通关次数为0。我平复下心情，还是没忘记逃离。这古堡沈叔带我来过，在他的刻意隐藏下，我并未发现这里的异常，但知道离开的密道在哪里。于是我出房间想找记忆中的暗门，结果刚下旋转楼梯，就听见了人声。我悄悄探头，走廊尽头站着一群人，为首的人是沈叔。以沈叔为首的黑衣人按住几个挣扎的玳瑁人，只见沈叔手起刀落，一刀削了那几个人的头，顿时血液喷溅，人影也没了声息。这些戴特殊帽子的人应该就是玩家。玩家在电脑前看自己被刀，顶多就是血糊了屏幕，然而我在眼前看到的却是实打实的人死消失。几滴血溅到他的白衬衫上，沈叔啧了一声，肉眼可见的烦躁，脏了。这是我老婆送我的生日礼物。沈叔咬着烟，顺手给下一个玩家开了瓢，随后他将烟灰掸在助理的掌心，示意道：“剩下的你们处置。”助理默默点头。沈叔又慢声吩咐：“动手小声点，要是吵到珊珊睡觉，我连你们一起砍。”我躲在角落，脑袋乱成一团浆糊。忽然想起了我跟沈叔的初见，也是在这诡异的血色长廊。当时他似地狱来的恶鬼，脸上却是笑吟吟的，危险又迷人。日行一善，让你先逃。可我当时没听清，只知道他是我的攻略对象，于是毫不犹豫地奔向了他。沈叔没想到我会跑向他，脸上闪过一丝错愕。现在想来，他会意外，应是没想到该死的猎物竟然会跑向自己吧。打从一开始，沈叔就是想杀我的。我就是个误入孔游的乙游玩家，越想越害怕，我转身就跑。刚转身就听见沈叔的声音：“珊珊，好了，不用跑了，他是 boss， 谁跑得过他呀？原地等死吧。”我僵硬地转过身，沈叔将烟按在助理的掌心掐灭，又朝空气中快速挥了挥，看上去是想散掉身上的烟味。他知道我不喜欢他抽烟，更是讨厌烟味，即便真烦得要命，也不会在我面前抽。不，现在这个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知道了真相。沈叔要是不装了，会不会杀我？沈叔是个难以捉摸的人。他精心规划这么一场骗局，
我无法不去想他所谓的真心是不是欺骗里的一环。不多时，沈叔就到了我跟前，他是个极度敏锐的人，多少猜到我已经知道了他给我编织的骗局。此刻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，目光向下扫了眼，挑眉道：“谁家的小祖宗乱跑，还跑掉了鞋？”我这才发现刚刚太心急，鞋掉了一只，就在旁边。随后他过来想把我抱起来，我立刻后退，踩上旋转楼梯。他前进一步，我往上跳2个台阶。沈叔保持着张开怀抱的动作，我们沉默着对峙了2秒，我转头就跑。然而回头的那瞬间，沈叔忽然出手将我强行抱入怀中，我急得掉眼泪。你放开我！沈叔施然将我放在台阶坐好，随后单膝跪地给我穿鞋，要跑也得穿好鞋才跑啊。地上脏，扎着脚受伤了谁心疼？沈叔骨节分明的手冰凉，故意划过我的脚背，握住我纤细的脚踝。我只感觉浑身战栗，仿佛有被毒蛇缠上，冰冷又纠缠。我吓死了，边哭边抱住栏杆。沈叔见我眼睛红红，喉间溢出轻笑，怕我？他乐得逗我，笑得愈发开心。怎么现在才知道怕我呀，善善？我强忍着眼泪问，你这大骗子，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玩家的？是不是也知道系统？沈叔完全没有被戳穿的窘迫，漫不经心地给我系好鞋带，掏出手帕，下意识想给我擦眼泪。见我往后躲，便装模作样的认真回答，大概是见你的第一面。我心跳骤停。至于系统，善善那蠢东西不可信哦，他错把你放在我的世界时就已经是强弩之末，不可能再送你回去了。沈叔轻吃，弱得要命，打几下就把你来这的目的和剧本给我了。我向后缩了缩，结果他握着我的脚踝不让我退。我又想哭了，那你从一开始就知道真相，干嘛编那么大荒骗我？沈叔煞有其事地打量我，仔细回忆了下当时自己的心情，恶劣道：因为好玩啊。猎物死前让他多跑几圈，以为有希望逃跑，结果最后发现只是骗局，一切都是徒劳。你是没见过那表情多有趣。随后他半撑着脸，笑得纯良无害，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呢。我一时忘记哭了，所以你一开始是想杀我的。沈叔不装了，对呀。我恐极生乐，给我气笑了。我捏紧拳头，原本还有点怕，看他现在这样，又想起早上他向我讨吻的模样，越想越气，骗人还这么理直气壮，狗男人，坏蛋。这么一击，我胆都大了，脚踝又被他抓着，干脆就这么顺势踹过去，正好踩在他胸膛。我本想把他踹倒，结果沈叔纹丝不动，只是低头瞧瞧自己白衬衫的鞋印，笑笑，你送的，随便踩，踩完了要送新的哦。他跟我说话就像逗猫一样，玩够了就把我抱起来，这次压根没给我逃的机会，直接把我抱回了房间。我一路挣扎，在他的脖子上留下齿痕，不是要杀我吗？你杀呀，把我蒙在鼓里，你很高兴是不是？你有本事现在就杀我呀。沈叔轻声安抚，不闹了，善善。见我还是挣扎，沈叔按住我的手，把我放在床上，脸上不复之前的笑意，只是把我困在他怀里，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意味不明，就像是藏在暗处的狼锁定猎物，让人脊背发凉。我骂了几句，察觉到他的目光，慢慢安静下来。我有点讨好型人格，所以会不自觉地在意身边人的脸色。看沈叔这样，我团成一团，不敢动了。冲动后的清醒最为致命，我抱住自己，莫名开始怂了。他就这么盯着我不说话，我莫名虚了，眼泪又止不住。你是不是还想杀我？赵沈叔这喜欢玩弄猎物的性子，指不定是想骗我到结婚，待我以为自己能离开充满希望的时候，再把我拉下来。沈叔盯了我一会，忽然笑出声，修长的手捧着我的脸，下一下就哭了，好可怜呢。我一愣，他笑弯眉眼，也好可爱。我还反应过来，沈叔慢声道，问我想不想杀你。他拇指按上我的唇瓣，亲我一下就告诉你。我眨眨眼睛，做好心理建设，才小心地探过去，本只打算蜻蜓点水吻一下，怎知沈叔按着我的后脑勺加深了这一吻，呼吸交缠的深吻，霸道强势，仿佛要将我包裹在他的气息里。我靠在他怀里，还没喘过气，只是看着他。见我在等他回答，沈叔抹掉唇上因亲吻沾上的微红，用那抹颜色轻点我的唇，亲都亲了，我会不会杀你？你自己感觉下呢？见我瞪他，沈叔施然还不懂，就再亲我一下，我不嫌多。我这才想起，系统虽然不靠谱，但攻略值却是绑定的沈叔的。毕竟我来了孔游世界，如果绑定的是原来的乙游男主，按理说攻略条应该不会变才是。沈叔的攻略值早就满了，他爱我。看他这态度，我微微放心了点，摆烂躺下了。反正要跑也跑不掉。沈叔却像怕我溜走似的抱紧我。我问他关于系统，你知道多少？沈叔，这世界没几年总要来几个系统。你的系统来到这世界时就已经烂掉了，只是按程序发布任务，但错漏很多。那你能看到他对吗？现在还能联系上他吗？沈叔看我一眼，漫不经心地与我十指相扣，他已经消失了。我身体一僵，沈叔吻我的手背，眼睛却注视着我，不错过我脸上任何一个表情。善善，这系统遇见你时就带了病毒，从他把你带来这里开始，他就没想过要你回去。
所以从一开始这就是个骗局。可是我是突然被带到这里的，不是猝死，也没发生什么危险的事，就是过年跟家人团聚吃饭时突然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。我真的想回家。系统说攻略完成，我就能回家了，不仅能回家，还能得到5亿的大奖。我努力说服自己，就当是赚钱来了，赚完就回家了。可现在系统消失了，告诉我任务都是假的，回不去才是真的。我捂着眼睛，一时接受不了，就像在海里寻宝，朝着光亮游了很久很久，以为尽头是珍珠，抵达时却发现是泡沫，都是虚空。沈叔抱紧我，不难过，我们后天就结婚。你要是喜欢总裁夫人的身份，那就陪你演一辈子。我抹抹眼睛，看向沈叔，你都知道我跟你结婚是任务的一环了，还要结婚吗？我是为了回家才接近你的，说爱你也是假的。在今天之前，我把这里跟现实世界分得很开，这只是一个游戏世界。无论是有老公还是孔有老公，到头来只是一团数据，尽管在我面前无比真实，但我总要离开的。所以我对沈叔留有余地。虽然很抱歉，但我从没想过有他的未来。我只觉得眼下的情况混乱无比，瞬间没有了举办婚礼的心情。婚礼能不能先取消？让我静下来，后天就是婚期，现在说这些。沈叔挑眉，脸上皮笑肉不笑。见我沉默，他忽然把我抱起来，迈着长腿就下了楼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血腥味就充斥了我的鼻腔。沈叔把我放下，将我带到正在处理玩家的几个黑衣人面前。正在8通关失败下线玩家装备的助理抬头，身上的肉藤晃来晃去，见到我时猛地睁大眼，第一反应是把触手收回。其他黑衣人也是如此，见到我都是下意识地收起鬼样，眨眼间又瞬间成了我熟悉的样子。他们瞧了眼我身后的沈叔，低垂下头。这些人我都眼熟，助理是沈叔的生活助理，去沈叔办公室的时候经常能遇见。其他人要么是公司职员，要么是保镖。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正常人，好家伙，都是装的。我看最后那个黑衣人拉了半天都没把眼珠子拉回眼眶，本来还觉得毛骨悚然，转念一想，他们隐藏本身陪着沈叔在我面前演了3年，也是不容易。善善想看看真实的世界，带他到楼下走走。沈叔命令几个发愣的怪物，我不明所以，不知道沈叔想干什么。回头看他，而他只是沉默。助理带着我走，然而刚转角，我在黑漆漆的环境里就跟一个被挖了眼睛的苍白女鬼脸贴脸。她没有眼珠，嘴巴里是蠕动的血丝。救命救命救命！我吓死了，闭眼就往沈叔怀里冲。活了20多岁，我玩过的孔游一双手数得过来，连鬼片我都不怎么看，倒不是不喜欢，而是完全不敢，真的很恐怖啊！我下意识地往沈叔怀里钻，树袋熊似的抱住他不撒手。怕什么？他不敢吃你。沈叔拖住我，你既然已经知道真相，那总得面对真实的世界，这世界到处都是怪物，没有人类。沈叔扒拉我下来，我不愿，反而拉扯他的西装外套，力图躲进去。我不要，他越催我，我抱得越紧，好不容易下定决心，一转头，那女鬼就在不远处倒吊着打量我，我腿都吓软了。也不用这么急，今早才知道这是孔游世界，下午就直面恶鬼，进度太快了，我心脏接受不了。沈叔瞧我这样，也不勉强，只是默默收紧了怀抱。善善，你看，遇到危险，你第一反应就是往我怀里跑，平常那么怕我，一有事还不是先回我身边。他抱着我往回走，喉间溢出一声笑，潜意识可比嘴巴诚实。你说爱我怎么会是假的呢？你明明爱惨我了。这话是说给我听，又好似是在说给他自己听。我贴在他怀里，想了想，还是没反驳。婚礼在即，即便已经预想到结果，我还是无数次呼唤系统，都没有回应。我真的回不了家了吗？系统说婚礼后我就能离开了。我忍不住想，或许婚礼之后就会离开了呢。尽管事实摆在眼前，我依然心存侥幸。我不想留在这个世界。我是个社恐，在原本的世界需要花时间才能对当下的环境产生安全感。孤身一人在陌生的世界里摸爬滚打，不过是为了回家这个目标。攻略的最初阶段其实并不顺利，我是为了这个目标才咬牙坚持到现在的。更别提这还是个恐怖游戏。我胆小，在这更是难适应。不知是怕我临时反悔还是逃跑，沈叔待在我身边的时间长了很多。原本他为了伪装霸总，每天都去上班，现在真相大白，除了古堡有事必须要他出面之外，其余时间他都跟我腻在一起。沈叔怎么说都是孔游的 boss， 有玩家闯进第4层他就得上线，偶尔斩杀玩家的事他会交给手下人做，并不露面。没穿进来前我就听过古堡惊魂这游戏，对剧情这些都不了解，只对名字有印象，知道是个红极一时的端游。玩家在电脑前可自由选择姓名、性别和装扮进行闯关，被沈叔杀了也只是 game over 黑屏的事。当我在现实世界的时候，沈叔再帅再狂，也不过是一团数据。来到孔游世界之后，玩家和沈叔都具象化。尽管知道沈叔杀的只是玩家的替身，是一团数据，电脑那端的玩家并不会真的被杀死，但那种直击现场带来的血腥多少有些吓人，所以我便很少再去古堡了。
只是这2天观察下来，我倒是发现了这游戏的异常之处。沈叔虽是这孔游的最终 BOSS， 但本质上也只是个厉害点的 NPC 罢了。按理说，他是被游戏程序操控的那一个。可现在，沈叔不仅能察觉到系统的存在，甚至能直接从系统内获得想要的东西。作为 NPC， 自然是以玩家为主，有玩家来闯关他就得出现。然而现在的情况是，沈叔想出现就出现，玩家想闯关还得看他有没有心情出现。怪不得难通关，这 BOSS 都成精了好不好？想什么想这么出神？沈叔给我热好牛奶，放我手边，我摇摇头，继续低头看书。沈叔让我坐在他怀里看，修长的手指与我十指相扣，百无聊赖地捏着我的手，时不时把头搁在我的肩膀上，什么也不干，就是抱着。但凡我有点挣扎的动作，他就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即便是我去厨房接个水，他也会不动声色地跟上，保证我在他的视野里。沈叔是个掌控欲很强的人，他心不定的时候就会这样反复确认我的存在。我知道他不安的来源在哪里。系统消失，任务解除，我便没有再待在沈叔身边的理由。我会重新审视这段关系。可显然，现在的沈叔不会放我走。我向来咸鱼，他强势我完全无所谓。我知道他担心我离开，但我也不敢说任何保证的话，因为我真的想走。我想回家。川来时我才跟父母大吵一架，事后他们为这些年在我面前毫无顾忌的争吵、冷暴力以及无理由的否定我充满愧疚。那场年夜饭本该是一场和解，可正题还没开始，我就离开了。婚礼如期而至，来参加婚礼的除了我这3年交到的能说得上话的朋友，还有就是古堡里的 NPC。为了不吓到我，沈叔让他们来婚礼时必须有点人样。系统曾说婚礼是个重要的节点，婚后第2天就会有隧道让我回到原来的世界。于是我心存侥幸，乖乖结婚。参加婚礼的宾客多少都眼熟，招待完时已是深夜。我眼睁睁看指针跨过0点，又累又清醒。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我不断问自己。沈叔洗漱好，过来抱我。他身上是淡淡的花香味，那是我沐浴露的味道。宣过誓，交换了戒指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沈叔摩挲着我无名指上的戒指，我心不在焉。沈叔察觉我的走神，捧着我的脸与我对视。善善，你今天一天状态都不对，告诉我你在想什么，好不好？沈叔声音温柔，语气似诱哄，黝黑的眼睛里却是探究。我揉揉眼睛，很难受，我想回家。沈叔不喜欢我提这些，所以我也不说。可3年为之努力的目标竟然是泡沫，我无法释然。沈叔吻我的额头，亲亲我的脸颊，没关系，我陪着你。他的话缓解不了我的头疼。沈叔下楼给我拿止痛药，不放心我一个人，想带我一起。我背过身，推开了他的手。沈叔眸光沉沉，还是下楼了。而就在他离开的间隙，面前的空气撕裂，出现了一个漩涡。系统提示：攻略任务完成，现传送宿主钟善回归现实世界，倒计时 100S。漩涡的那边是妈妈。我眼前一亮，几乎是飞扑过去。3年不见，妈妈的头发全白了，明明我走之前还是茂密的乌黑。就连向来强势的爸爸也憔悴不已。我瞬间泪目，迫不及待想通过漩涡离开，只是漩涡虽开，中间却隔着一堵透明的墙，我根本无法跨越。妈！我发疯似的哭喊，面前的系统提示却似电脑中了病毒般开始闪烁。未知错误，通道关闭。检测系统008，未知错误。检测到系统008，未知错误。未知错误无法解决，抹除008，倒计时 30S。系统提示疯狂跳跃，最后变成了触目惊心的红色。提示错乱了几秒，最后所有提示框像烟花一样溶解炸开，最后汇成系统的一句话：被病毒蚕食大半能量后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生了病，现在即使任务即将结束，也于事无补。即便回到3年前，我的能量也只够将你带到这里，无法送你离开。对不起，账户里的5亿是我的补偿。我的脑袋嗡嗡作响，而漩涡在缩小，在后退，家人的画面在渐渐远去。我不假思索地冲上去，腰间却忽然出现一股力，似暗夜里生长的藤蔓。沈叔无声抱住了我，用力将我拉回怀中。你放开我，我要回家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那漩涡是我与现实世界最后的联系，我拼命挣扎想要去追，沈叔的怀抱却似铜墙铁壁，压根没有挣开的余地。他只是沉默地任由我挣扎。最后一丝光消失，我彻底绝望，在他怀里嚎啕大哭，还不如一开始就告诉我不能回去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要选中我来这个世界？我曾经好埋怨我爸妈，在我小时候，他们就总在我面前吵架，总喜欢向我发泄情绪，被他们影响我敏感又自卑。他们不过问我的学习，也不关心我因为高考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，却总要求我考个好的大学。被抓走的时候，我才跟他们吵了架。我说如果重来一次，我才不要做他们的女儿。我说我讨厌他们，还离家出走。可是爸爸妈妈其实也在他们的方式爱我。小时候贪玩手工作业没做，我爸趁我睡觉时给我拼好了。每次从学校回家，妈妈总会做很多我爱吃的菜。
我们大吵一架，他们说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。我回家吃饭是要和解的，我说了好多重话，我是要道歉的。我现在真的好后悔，他们只有我一个女儿。如果知道那天是最后一面，我一定会说我其实还是很爱爸爸妈妈的。3年了，我真的好想他们。那个破系统还说给我钱做补偿，我的遗憾和后悔怎么补偿？我哭得几近晕厥。那晚我崩溃大哭，沈叔哄了我很久，才把我哄睡着。他不断说还有他在陪我，甚至整日守在我身边，但我却总是听不下去。我愈发沉默，持续的情绪低落让我连话都不想说。短短1个星期，接二连三的坏消息让我失眠。我怨恨系统，也厌恶这个世界。沈叔心疼我，总是哄我睡觉，可我真的睡不着，于是装睡，深夜时又辗转反侧。睡不着就头疼，头疼影响情绪，心情不好更睡不着，也吃不下饭，如此恶性循环，我日渐消瘦。我意识到自己生病了，可我走不出来。怎么走得出来呢？一想到我原本在现实世界待得好好的，突然被拉进这个恐游世界，与家人永别，彻底远离曾经熟悉的一切，我就恨得要命。沈叔也看出我的异常，轮流让人来找我，想带我出去散心，可我压根提不起精神。最后没有办法，他甚至四处寻找办法送我回去，可毫无办法。现实世界和游戏世界的壁垒是身为大 boss 的他也无法打破的。善善听话吃饭。我日渐消瘦，沈叔也愈发焦躁。我不想吃，他就亲手喂我，可是即便吃进去了还是吐。钟善，你要我看着你死吗？你怎么忍心？沈叔眼尾发红，声音尖涩。他握着我的手，时而让我的掌心贴着他的脸颊，时而亲吻我的指尖。回不去就在这里待着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们已经结婚了，我也是你的家人，你赖不掉。我本不想回答，可看对上他的眼睛，还是点点头。沈叔为了让我走出来，力图在这个恐游世界里还原现实世界。我的周围从未出现过怪物，都是人，就跟他原来给我编的世界一样。当初沈叔骗了我，让我误以为他真是我的以游攻略对象。现在想来，虽然是欺骗，但我并不怪他。系统从一开始就没能力让我回去，沈叔这么做，反倒是让我在这恐游世界里安生过了几年。我就这么郁郁了1个月，直到有一天，无意间拿起一把刀，对准了自己的手腕，可又迟迟下不去手。我胆小，但很惜命，也很怕疼。这段时间不甘和怨恨折磨着我，让我拿起这把刀想要了结，但真拿起来，我又下不去手了。我还是想活的。善善，你在干嘛？此时池安然正好进门，见状大惊失色，连忙来抢我手里的水果刀，很轻易就抢走了。因为临门一脚，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想死。沈叔刚去了古堡，得知后便立刻回来，让保姆把别墅里尖锐的东西都撤走。他到时，我在房间里抱着膝盖枯坐，望着窗外的阳光，并不说话。沈叔就在一旁盯着我，随后把我抱入怀中。我细细感受，竟发现他的怀抱有些颤抖。他欲言又止好几次，最后抱紧我，不准死。我沉默良久，第一次回报了他，如果不想死，那就拼命活。我想了很久很久，最终决定我要独自出去生活一段时间。既然要在这个世界生活，那我就得努力适应这个世界。非得离开我吗？沈叔皱眉。我点头，你在我身边，肯定没怪物敢靠近我。沈叔气笑了，护着你还有错了？这里可就你一个人类，哪天一个不小心丢了我找谁？这才结婚半年不到，你让我当官夫？我早有准备，主动上去亲亲他的脸颊。你把我保护得很好，但我要真的适应这里，就得见到他最真实的样子。沈叔脸色缓和，一定要独自去？我就当是去旅行，我想放空放空。曾经的我是爸爸妈妈的女儿，是谁的好朋友，是谁的好学生。可来到这里，这些身份都离我而去了，我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，才能重新开始。沈叔还想反驳，我认真地注视他的眼睛，我先找到我自己，才能更好地爱你。曾经我没把沈叔放进我的未来里，但并不代表我没动情。我只是觉得爱情只是我的一部分，它不能左右我对未来的选择，就像我不会因为爱沈叔就放弃一切留在这个世界一样。我知道沈叔爱我，但他的爱只能缓解我的伤痛，却不能治本。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。那么自救的第一步，就是去看看这个于我而言恐怖的游戏世界。沈叔沉默，将头靠在我的颈窝，眸光晦涩。如果我不偏放你走呢？我认真想了想，那我可能会死掉吧。沈叔身体一僵，半晌，他还是妥协。什么时候回来？我摇头，不知道，可能是1个月，也可能是1年，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释然。沈叔不悦，没有准信，我怎么放你走？万一10年都不回来，这跟离婚分手有什么区别？我们结婚证还没领，不算离婚。我原本预备着婚礼后就离开，就没跟沈叔领证。心理出问题，这段时间一直没精力，领证的事就搁置了。沈叔闻言沉默，脸色阴沉地盯着我，皮笑肉不笑。钟善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现在名分都不愿给我了是吗？我
我也不确定我什么时候会回来。如果在这段时间里你有遇到喜欢的人，我也不想耽误你。话还未完，沈叔便拥吻堵住我的话，情迷意乱的深吻，沉溺间我唇上一痛，沈叔趁机咬了我的唇瓣。长吻结束，他抵着我的额头，我要是真另寻他人，你舍得？我心里堵得慌，但我归期未定，说不定哪天死路上了都说不定，又何必绑着他让他等我？于是点点头。沈叔咬牙切齿，好得很，真是好得很。沈叔气着了，松开了我。你要走就走，走了就分手。我最终还是离开了。临走那天，我去找了沈叔道别，没见到人，便独自去了机场，没定目的地，随遇而安。一晃眼，4年过去了。这段时间，我走了辗转4个城市，每个地方都定居一段时间。系统给了我5亿补偿，日子倒也不难过。就是街边店里随处可见断头怪、6只脚的爬行人，对心脏不太友好。我从刚开始连门都不敢出，走几步就得躲，到现在可以直接甩开触手怪的触手，警告他妨碍我排队了。这个孔游世界的生活方式跟现实差不多，只是走在街上的人换成了怪物。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的爱好，钓鱼。毕竟钓鱼很温和，鱼竿也拉得远，要是不小心钓上了凶狠的怪物，距离远逃跑成功的几率高。而且水里总能钓出不少奇奇怪怪的东西，能钓到可可爱爱的透明小团子，甚至还钓到过迷路的漂亮人鱼，简直跟开盲盒一样，慢慢也找到些乐趣。这世界是以古堡惊魂为主的孔游世界，但也融合了不少其他世界的怪物。随便一看就能遇见不少无限流纹的 NPC， 都是披着人皮的怪物，所以我这个唯一的人类走在路上也没人怀疑。加上我养了只平时很可爱、凶起来能吃人的猫猫怪，一路走下来也挺安全。这一路下来，我被吓哭过很多次，慢慢的也战胜了恐惧。看过广阔的大海，也走过茂密的森林，看了很多漂亮的景色，身心慢慢放松下来。我渐渐适应了这光怪陆离的世界。你要回老家？回到出租屋，水鬼水淼在煮菜。他是我在樊城交的朋友，平时忙着打工，偶尔会来我这住。我俩相遇是在湖边，他在抓鱼，我在钓鱼，一不小心鱼钩勾住了他的头发，就此聊上了。水淼，也活了个180岁了。我妈让我相亲，我不同意，他就说他要跳河。水鬼跳河不跟回家一样？水淼把菜端上来，他就是想让我回家，我就回去看看喽，反正也在外漂了5、6年了，回家休息一段时间也好。我摸摸怀里的猫猫头，什么时候回来？水淼，工作辞了，要找可能在家乡找，不一定回来。那这是散伙番。我看了眼墙上的日历，过2天就过团圆节了，不留下吃饭吗？你的礼物我都准备好了。水淼看出我的挽留之意，笑笑，你自己不也只在樊城住半年左右就要走？分别是难免的，有事电话联系。吃完饭，水淼还顺便把地拖了，毕竟他水鬼体质，头发一直在滴水。他走后，屋内就安静了下来。水淼是我独自出游交到的第4个朋友，每到一个地方，我都会找个兼职或是找点事做，纵使慢热，也慢慢交到了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。不过都像水淼一样，都是阶段性的。长大后，真心朋友难有，加之我本身也不安定，一起同行了一段时间，便渐行渐远。我为水淼的离开伤感了下，也就释然了。离别总是难免的，谁敢说一辈子呢？我自己也可以很好。团圆节这天，这孔游世界的怪物们都在这天聚一起庆祝，我孤零零地窝在家里摸猫猫怪。这个世界里，团圆节也是跟家人过的。我想到了沈叔，于是我点开与沈叔的对话框。最开始离开时，他把我拉黑了，后来又把我放了出来，告诉我可以像朋友那样相处，有事可以告诉他。于是这些年，我每走一个地方都会分享给他，他都秒回。我们默契的不提我回去的事，就跟朋友似的聊天，其他的一概不提。不过不知为何，这几个月他都没回我的消息。今天团圆节，我给沈叔发团圆节快乐呀，今晚吃了啥？直到第2天我睡醒也没有回复，我有点在意。我点开朋友圈，沈叔不喜欢发动态，池安然倒是发了张合照。池安然也是古堡里的固定 NPC， 无条件听从沈叔的命令，平时也跟沈叔在一起。我一眼就看到了沈叔，还有个陌生的女孩，那女孩挽着他的手，笑得很开心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沈叔平时旁人勿近，凶起来怪物碰他直接砍手，不会跟谁有亲密的动作。这是他新的伴侣吗？我愣怔半晌，忽然想起他很早就开始不回我的消息了。严格来讲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他在找也很正常。但我瞬间没了吃饭的心情。我扑在床上自闭了一段时间，想了想，还是点开池安然的对话框。我状似不经意地问，那是沈叔的女朋友吗？好漂亮呀。离开时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自愈，所以即便沈叔以分手要挟，我也还是离开了。沈叔身边的女孩让我有些在意，但我也会选择接受，互不打扰。毕竟当初是我要走的。池安然秒回，老大说有时间在这胡思乱想，不如直接回来问他。池安然，票给你买好了，明天下午走过这村就没这店了。池安然这么说，这都不用问都知道那女孩不是他女友了，分明是想给了个台阶，想调我回去。我想了想，还是起身收拾东西。
愿者上钩。我也想沈叔。其实这几年我心里一直有他，但在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之前，我不想面对他。得知自己彻底回不去的时候，我负能量爆棚，两人待在一起只会共沉沦。看着他，我会不断想起他的骗局，系统的骗局，到头来只会是互相折磨。现在我慢慢走了出来，也无数次想过我和沈叔的关系，也想过复合，但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回到 C 市，池安然接的机，池安然上来就给我一个熊抱，善善，好久不见。我回报他，将精心挑选的礼物给他，这么久不见，你又漂亮了。池安然挺高兴，把礼物向后一伸，后脑勺的嘴瞬间打开，将礼物吃了进去。我对此已是见怪不怪，扫了一圈，没找到沈叔。池安然讪笑，老大不想来。我笑笑，没事，当初我先走的，自然我来哄他。池安然先送我去了酒店，办理入住时，一个鱼头人打量我几眼，拍拍我的肩膀，在我转头的同时，上半身猛地拉长变大，在我面前张口血盆大口。鱼头人最喜欢生吃白白嫩嫩的女孩，即便不吃也专下女孩子。我不慌不忙把猫包里的猫猫怪放出来，只见小猫咪嘴巴裂开，瞬间变大，咬掉了鱼头人半边身子。这个世界都是怪物，互殴经常发生，大家默认弱肉强食，生死不论。鱼头人血飙到柱子上，尖叫着踉跄逃跑。我摸摸猫猫的头，淡定地跟前台说，现场清理费我来出。处理好后，转头看池安然，他一副孩子长大了的欣慰神情，然后一枪把鱼头人崩了。整理好行李后，我便去找沈叔。他刚从古堡回来，洗去一身血腥气，浴袍宽松，露出的锁骨上隐隐透着发间落下的水光，随性又慵懒。几年不见，还是一样叫人移不开目光。我站在门口，视线交叠的瞬间，我有些无措。他们没跟我说你在洗漱，要是早知道我就迟点。沈叔神色冷淡，打断我的话，有事？我眨眨眼睛，思虑再三，小心翼翼问沈叔，我们复合好不好？沈叔嗤笑，你都走了这么多年，不先问问我有没有女朋友，就来求复合？我知道他是在说照片的事，但我笃定他和那挽着他手的女孩子没关系。你没有？沈叔挑眉，你又懂了？我要是真有，你暗示我回来干什么？沈叔沉下脸，移开目光，没再说话。我悄咪咪地凑上去，他身上还是我常用的淡花香沐浴露的味道。我拽拽他的袖子，柔声哄沈叔，我回来了，我好想你。沈叔挥开我的手，与我拉开距离，只是面无表情地打量我。半晌他轻嗤，当初你说走就走，现在想回就回。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任由你为所欲为？门在那，自己走。懂了，还得继续哄。我还想跟着他，但看他冷漠的样子，估计还是对我离开的事耿耿于怀。正好赶飞机人也累了，索性先回酒店。沈叔吃软不吃硬，慢慢来。我打算明天再来磨他，怎知转身时意外踢到了桌腿，脚趾立刻传来钻心的疼，痛得我直流生理性泪水。脚受重创，我原地不动，打算缓缓再走。还不走？沈叔皱眉，看我泪眼婆娑，微微一顿。我以为他不耐烦，擦擦眼泪，我马上走。不会烦你的。我忍着疼欲走，却听沈叔轻声叹气，稍微拒绝就哭成这样，这么爱我。下一秒身子一轻，沈叔将我拥入怀中，亲吻我的额头，与我十指相扣。那就勉为其难原谅你吧。马上被深吻并未亲晕的我还没开始哄呢。某日，古堡惊魂通关词条上了热搜。古堡惊魂是通关类恐怖游戏，杀死终极 BOSS 沈叔便可拿到钥匙，完成通关。这游戏解谜简单，不少玩家点开此游戏前都认为不出一天就能通关，怎知 BOSS 沈叔却不知怎么回事，强的无论如何都杀不死。该游戏上线1年，无人通关，连游戏的主办方都打不出结局，甚至解释不了原因。这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古堡惊魂红极一时，大家都摩拳擦掌想战胜 BOSS， 无一例外都是失败。然而在某一天，一个玩家却获得了钥匙，登上了排行榜。问及该玩家通关的原因，对方解释只是在古堡中遇到了沈叔的妻子钟善，钟善直接将钥匙给了他。玩家们这才注意到，恐游 BOSS 沈叔不知何时娶了个老婆，钟善只是偶尔出现在古堡。而向来阴晴不定、暴虐成性的沈叔，在钟善出现时会停止攻击，甚至只要钟善开口，玩家就能立刻通关。不少玩家想试试与钟善交流，看看能达成什么结局，于是追着钟善示好，甚至有玩家试图勾引，看能走出什么剧情，结果被 BOSS 沈叔血虐，砍到自闭下线。玩家做了无数攻略，只为战胜沈叔拿到钥匙，却没想到通关能来得这么容易。这个恐游 BOSS 竟然是个老婆奴。玩家突然被塞了口狗粮。在不知道第几次手刃古堡里的闯入者后，沈叔意识到这里是个游戏世界，而自己是恐游 BOSS。前一秒还在死在他手下的玩家，下一秒便出现在电脑桌前，望着电脑上的游戏失败器的砸鼠标。他们并未真的死亡。而随着沈叔意识的觉醒，他也意识到自己在古堡里无休止的杀戮，说到底也不过是场不痛不痒的游戏。杀戮就是他被创造出来的意义。
游戏程序会控制他斩杀试图通关的玩家，直到某个玩家得到关键性线索，他才会被杀死。沈叔一身反骨，想挣脱游戏世界对他的控制，连带着对着古堡也异常厌倦。只是挣脱是长期的过程，并不容易。日复一日，沈叔越发强大，连带着影响着古堡里的 NPC 都产生了自我意识。沈叔渐渐获得了自由，代码无法控制他的行动，古堡惊魂形成了真正的小世界。而在无尽的杀戮玩家中，沈叔也找到些乐趣，比如戏弄刀下的猎物，给他希望，再让他死，直到遇见钟善。初见钟善时，沈叔刚把第4层的所有玩家杀完，冰冷的长廊流起血河，沈叔慢条斯理地擦拭着长刀，直到发现不远处的钟善。他就像突然掉落地狱的天使，在暗黑的长廊里纯粹的突兀。沈叔不记得还有这个漏网之鱼，打量着他几眼，怯生生的像只小白兔。他在怕他。沈叔嗤笑，决定给他特别的优待，日行一善，让你先逃。怎知话音刚落，他闷头冲进他的怀里。沈叔轻正，你向我跑。他的身上带着淡淡的甜香，怀抱温暖而柔软，让沈叔有些失神片刻。但挥刀的动作早已形成肌肉记忆，他的刀架在他的后颈，只要他稍微向后退，便能见血。沈叔准备动手，钟善抱紧他，声音微颤：“老公。”沈叔锋利的刀刃就在钟善身后，钟善却捧起沈叔的脸，着急地用袖子帮他擦拭脸上的血迹，目露关心：“你身上好多血呀，是不是受伤了？”沈叔沉默，却见钟善的头顶闪过几行字：系统008已中病毒，不可修复，已为玩家钟善发布任务，攻略沈叔，攻略值满即可回归现实世界。玩家钟善当前身份 WZ 集团霸总沈叔的未婚妻。详细说明，原主苦恋沈叔多年，苦心孤诣促成两家联姻，沈叔却始终放不下白月光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仅以未婚妻的身份拿下你的专属已有老公沈叔吧。当前任务喊沈叔老公已完成根号，沈叔，这都什么跟什么？半晌，沈叔饶有兴致地收回了长刀。很明显，钟善被骗了，这里可不是什么冒着粉红泡泡的乙游世界。然而望着怀里明明怕得发抖，却还是抱住他腰的钟善，沈叔沉默地藏住真相。正好杀人杀倦了，就陪他玩玩。长廊里，浑身戾气的沈叔将错就错回报钟善，贪婪地蚕食他怀里的温暖。真想看看他知道真相后绝望的表情，一定美极了。沈叔对钟善起过杀心，很多次，比如杀玩家时不小心受伤，钟善喂他丸药，整理药箱的时候，沈叔不惧受伤。他不似其他 NPC 有奇形怪状的触手，在外表上他与人类别无二致，但他是这游戏里最大的怪物。钟善给他包扎完，背对着他整理药箱。沈叔盯着他的背影，饶有兴致地打量，小小一只，看着很脆弱，那纤细的脖颈更是白皙一蛇。沈叔向来随心所欲，杀机一时说来就来。他锁定钟善的脖颈，怎知钟善察觉了他的目光，眨眨眼睛，天然呆似的回头问他怎么啦。随后钟善将头发撩到前面，修长的天鹅颈展露无遗，就这样轻易地送到他面前。是我脖子有东西吗？帮我看看。沈叔瞬间兴致缺缺，他不喜欢主动送上门的猎物，杀起来没劲。沈叔找人给钟善编织乙游世界的假象，最初只是想愚弄完便杀掉，但他没想到钟善很黏他，明明看他冷脸就犯怵，还是会小心翼翼地抱过来。沈叔知道这是他的攻略任务，甩了他几次没甩开，便任由他抱。不抱能怎么办？完不成任务他会哭，哭了沈叔会烦。只是他总是老公地窖，追着他跑，渐渐地让沈叔心里发生了变化。他看钟善，总觉得心中有什么在滋生，像食欲，想把它吃掉。后来钟善接到了一次接吻任务，沈叔早就把控了系统，得知这次的任务是与他深吻，等着看钟善怎么做。任务实现为一天，钟善对着他欲言又止，趁午休沈叔在躺椅上假寐时才偷偷过来吻他，羽毛一样的亲吻。然而系统提示纯纯像贴不算，要深吻。钟善欲哭无泪，再次靠近时对上沈叔深邃的眼眸，他明知故问做什么呢？粉红飘上钟善的脸，他破罐子破摔，跨坐在沈叔怀中，捧着他的脸，我想吻你。沈叔失笑，讪讪瞧着怂，关键时候该干的还是干。沈叔按着他的腰，纵容他吻上来，却也不是完全配合，任由他唇贴着唇乱亲一气不得要领。钟善停下，涨红了脸，为难地看向他，你可以稍微张开嘴吗？哈，沈叔笑了。就这间隙，钟善缠上来，撬开他的唇齿，笨拙地索取。完成任务后，钟善第一时间后退，沈叔却眸光晦涩，按住他腰继续深吻。这是他们的初吻。沈叔在这个吻中确定，他确实对钟善有欲，并不是食欲。一旦爱上，便开始束手束脚。曾经沈叔恶意的想要钟善得知真相，然而现在他只想瞒得越久越好。钟善想回到原来的世界，这几乎成了他的执念，
梦里他时常会喊爸爸妈妈，还有几个不熟悉的人名，或许是他的好友。钟善把回家作为目标，并为之努力。沈叔看在眼里，预想过他的难过。家代表着归属，生活了20多年的世界，不是说放下就放下的。钟善又是个感性的人，但沈叔没想到打击会大到让他直接崩溃。他若是反抗还好，到底是有一丝生气，可他终日望着窗外枯坐，要他吃就听话吃，吃了又吐。沈叔心疼又无可奈何，特别是在知道钟善独自在家拿刀比划之后，无力感达到了顶峰。他甚至想拿跟钟善重要的人威胁他，可钟善在这个世界孑然一身，有朋友但不深交。沈叔找不到能用来威胁钟善的人，只能眼睁睁看他慢慢枯萎。消瘦的是钟善，疼的却是沈叔。当钟善提出要离开的时候，沈叔第一反应是拒绝的。可他拿什么留住他呢？沈叔想用他们的感情留住钟善，但细细想来，若他的爱真的可以根治他，他又怎么会不吃不喝？强行留下他没有意义，只会加速他的凋零。最后，沈叔选择了放手。钟善不知自己何时回来，让他遇到喜欢的人，可以不用顾及他，真把沈叔气狠了。他拿分手做威胁，结果钟善还是离开了。沈叔暴怒了好几天，一边生气地砍完家，一边让人暗中看护钟善，保护他的安全。这世界全是怪物，人类是异类，也很弱小。一晃过去4年，钟善还没回来。老大，你要真想见善善，你联系他呀。池安然看沈叔愈发喜怒无常，忍不住开口。沈叔想起钟善发在朋友圈的漂亮人鱼，冷哼一声，在外边玩的潇洒，谁知道是不是把我忘了？池安然出主意，要试探他还不简单，团圆节快到了，你按我说的拍个照，看看善善来不来问就得了。还有，老大你这段时间别跟善善联系了，做戏做全套啊。池安然提议让沈叔冷钟善一段时间，再在朋友圈发他与其他女人的合照，营造沈叔有情况了的假象。钟善若是还在乎，自然会来问。沈叔想想也不是不行，果不其然，还真钓到了人。仗着被爱有恃无恐，沈叔本想吊着钟善一段时间，惩罚他说的让他另寻他人的胡话，便没答应复合。只是看到他的眼泪，还是忍不住心软。4年不见，还是那么爱哭，他能怎么办？宠着呗。